都没有花什么钱，我住饭店也都免费的。如果你们也想要跟我一样出国玩，做免费机票，甚至还能坐到商务舱，或者没什么掏腰包就能住到优质饭店，这里一定要看下去。这集主要是以加拿大的居民为出发点而做的内容，但是我觉得对于亚洲或美国的观众应该也是会有帮助的，因为这集分享的都是基本的概念还有知识，不会牵扯到太多技术上的内容，所以绝对新手友善。我会在这集影片分享是航空公司的里程计划，如何快速的累积航空公司的里程，是银行的灵活点数系统，查询里程机位跟酒店房间的实际范例，最后也会建议新手该如何开始下手。我踏进里程点数的世界应该也已经有7、8年了。当初是因为无意间在脸书看到有人分享免费坐飞机来回飞亚洲的经历，才得知说原来普通人不用花大钱也能坐到商务舱。那我就想到，如果长途旅行一家人能够舒舒服服的飞回亚洲，那该有多好。于是我就开始了研究里程跟点数的这个不归路。我花了大概1年的时间收集好所需要的里程跟点数，从兑换到了中停日本回到台湾，台湾飞回温哥华的商务舱机票，结果遇到 COVID。后来也就一直没有机会回亚洲，但是呢，这7、8年来，我还是陆陆续续的帮一家人换取免费的机票和免费的住宿，游玩北美还有东南美洲。我虽然不是什么厉害的高手玩家，但是也绝对不是新手，也累积了一些实战经验。所以呢，我觉得我也很适合做一集来带领大家入门一下里程跟点数的世界。相信有坐过飞机的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有听过航空公司的里程计划，对吧？像是长荣的无限万里游、华航的酬宾里程计划，或者是像日航的 Mileage Bank 等等，只要加入会员，通常都是免费的。只要每次买机票、坐飞机的时候都能够累积里程。当你累积到一定的数字的时候，就能够拿来兑换免费的机票。那如果你是常常坐长荣跟华航来回北美跟亚洲的话，那你就能够累积他们自家的里程。只是在这之前呢，你可能要先从你的荷包先留出大量的钱。想要获得里程点数，难道真的得要乖乖的花大把的钞票坐飞机来累积吗？其实还有更好取得里程的方法，但我晚点会再跟大家说。而且累积的里程，除了换自家的机票之外，也还有更好的使用方式，就是能够换别家航空的飞机票啊。你也许头上会开始冒出问号，什么意思呢？这里我就要来介绍这世界上3大航空联盟，分别是星空联盟、寰宇一家，还有天合联盟。星空联盟里面有大家很熟悉的长荣、亚航、联合航空、全日空等等。寰宇一家有国泰航空跟日航。天合联盟就比较逊色一点，只有华航我们比较熟悉。联盟的成员可以彼此分享资源，拓展航线来增加彼此的航班密度，也能有航班的衔接。还有最重要的就是里程和点数可以互相累积和兑换。互相累积的意思是，不管做哪家航空公司，都能够把点数放在相同联盟的航空公司里面。比如你做加航，那你也可以把飞行里程放在联合航空的里程计划里面来累积。互相兑换的意思就是你在某一家航空公司累积的里程点数，可以拿来兑换在相同联盟之下的其他家航空公司的机票，比如用联合航空的里程来兑换全日空的机票，或者是阿拉斯加的里程来兑换日航的机票。以上就是身为一个里程玩家都需要知道的基本知识，了解该放在哪一家航空公司的里程计划，能让自己手上的里程发挥最大的价值，甚至能兑换到商务舱。但是这么多航空公司，到底该从哪一家下手来收集里程呢？当然就得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航空公司的里程计划，像是你最常飞往哪，或者是自己所在的地方最容易累积的是哪一家航空公司的里程。像我住在加拿大，所以最容易取得的里程点数就是加拿大航空的 Aeroplan。除了能够换到自家的航班之外，也能够换到同样属于星空联盟的长荣航空的机票，或者是全日空机票飞回亚洲，甚至搭到商务舱，享受他们的尊爵服务。所以在接下来要即将讨论的累积里程的方式跟实际范例，也会以加航的 Aeroplan 为主。另外提一下，那最近很夯的星宇航空会是在哪个联盟呢？目前是还不知道，但我猜如果他们要加入联盟的话，我觉得最大的可能应该是寰宇一家吧，因为他们现在就有在跟 Alaska Airlines 合作，可以用阿拉斯加航空的里程来兑换星宇航空的机票。那在加拿大的我们要如何取得阿拉斯加航空的里程？我晚点也会简单的跟大家说明。那现在我就来跟大家分享如何快速的累积航空公司的里程。其实要累积航空公司的里程，不是只能用靠飞行来获得，除非你是商务客或者是大老板，
一年365天，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飞机上。不然像我们这种平凡人，是要飞到何年何月才能够累积到足够的点数来兑换一张机票嘞？所以像是小资族，甚至是奈米族，就得要靠申请信用卡的方式。通常申请一张信用卡都会有所谓的开卡礼。而这些开卡礼就是能够让你快速累积里程的最大帮手。比如说在台湾，像是大家熟悉的华航跟长荣，都有跟银行合作发行联名的信用卡，像是国泰世华、汇丰银行等等。而在加拿大，目前有3家银行跟 Aeroplan 合作推出个人和商业的联名信用卡的产品，分别为 TD Bank、CIBC、American Express。他们各自又有推出低、中、高阶的信用卡。那每张卡所需要的年费、开卡礼还有福利都不同，这个就要看个人的需求。那看到这边，你可能就会想啊，办张卡需要年费，不想付那个钱。晚一点我会解释为什么有些时候付年费是值得的，而且其实有一些卡的年费是能够取消掉的，等于没年费。那在这里我就不跟大家讲了，因为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不过呢，通常都会建议，如果要开始办卡累积里程的话，可以直接先申请中阶以上的卡，因为除了开卡礼比较高，那消费累积点数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之外，还有其他额外的福利，像是可以免费托运行李，或者是使用机场的贵宾室等等的待遇。像我之前不管是自己去墨西哥，或是带2个孩子去多伦多，到机场的时候都不用担心吃跟休息的时间，因为只需要一张信用卡就能爽用机场的贵宾室，在里面吃吃喝喝，而且更容易兑换到商务舱。来举一个例子，假设我要从温哥华飞回台湾，那手上呢已经累积了有申请美国运通的高阶卡 Aeroplan Reserve Card 所获得的开卡礼85000点数，我就能用这些点数来换一张商务舱的机票。因为 Aeroplan 的兑换方式是采取距离制，而且是浮动性的。如果兑换他们自家的加拿大航空，从温哥华飞回台湾，经济舱需要45000到8万点之间，商务舱则是介于75000到175,000之间。要这么多点，但是兑换伙伴航空的机票所需要的点数是固定的，经济舱需要5万点，而商务舱则只需要75000点。也就是说，我只需要申请一张信用卡，就能够爽坐长荣的皇席桂冠舱。那你可能会说，这张美国运通的 Aeroplan Reserve Card 还得需要付贵生生的599块加币的年费。但你想想看，一般长途的商务舱多少都是好几千块起跳的吧？而且还要看信用卡给的福利。像这类的高阶卡，除了包含飞机保险，像是紧急医疗险，也包含行程取消、延误和行李遗失等等意外的事件，还有像是机场的优先通道啊，或者是免费托运行李啊，机场专属的贵宾室等等，加上能够兑换商务舱。这些价值你加加总总，绝对是超过599的年费，还比经济舱的机票便宜耶。当然也还是有完全不用花年费，也可以累积里程点数的中低阶信用卡可以申请，比如 CIBC 的 Aeroplan Visa 完全免年费，或者 TD 的 Aeroplan Visa Platinum 第1年免年费。但是呢，累积的速度自然就会龟速一点嘛。不过呢，多申请几次，慢慢累积，还是可以兑换到一张免费的机票。像是来往美加的航班，1、2万的点数就能够兑换到一张经济舱的机票。好，讲到这里，相信各位已经了解到要如何快速的累积点数来兑换一家航空公司的里程机票。但除了申请航空公司的联名信用卡之外，其实银行本身也有自己的点数系统，可以让我们这些喜欢收集点数的里程玩家来好好利用，转点到自己需要的航空里程，甚至是酒店的常客计划，来换取免费的住宿。所以接下来我要来介绍什么是银行的灵活点数系统。不管是台湾、美国还是加拿大的银行，都有自己的点数系统。只要使用这些银行的信用卡来消费，都能够累积该家银行的点数。这些点数呢，通常都可以拿来抵一些账单的消费啊，或者是兑换一些礼卡等等。但是身为一个点数玩家，大多时候都会选择把点数放在航空公司的里程，或者是酒店的常客计划，这是把点数价值最大化的方式。因为可以换取免费的机票跟住宿。目前在加拿大有 RBC 的 Avion Reward、MBNA Reward 跟美国运通的 Membership Rewards， 可以让你转点数到合作的航空公司里程，或者是酒店的常客计划。但既然这集是在讲加拿大的 Aeroplan， 那我就来介绍能转点数到 Aeroplan 的美国运通的点数系统吧。这里就简短称呼它为 MR 吧。美国运通的 MR 除了可以付信用卡的账单，非常不轻松说，在他们网站订机票
票跟酒店之外，也可以转点数到与他们合作的6家航空公司的里程跟酒店计划，需要用的时候再转。而且除非你取消信用卡了，不然点数是不会过期的。相比之下，你存在航空公司的里程都有可能会有过期的风险。所以灵活点数的概念就是这么来的。要订机票或者是住宿了，再转点数过去。转到 Aero 换算蛮快的，通常半个小时、1个小时就可以看到点数进账。其他的航空公司可能都是需要好几天的时间。所以点数不是只能够兑换机票，也能够换免费的酒店住宿。既然提到酒店，这里就顺便提一下万豪吧。他们自己本身的常客计划也是一种灵活系统，叫 Marriott Bonvoy。我知道 Bonvoy 这名字听起来很妙，但其实这名字的灵感来源呢是来自法文 Bonvoy， 意思是旅途愉快。这样是不是比较贴切了？把美国运通的 MI Points 转换到万豪酒店的常客计划 Marriott Bonvoy， 那能用来换它旗下超过7000多家的酒店的免费住宿，也能把点数转到与它合作的40多家航空公司的里程计划，40多家耶，这是妈妈咪呀！那你也许会问，除了用美国运通的 MR Points 转点到万豪，还有其他的方式跟管道快速的累积 Bonvoy 点数吗？没错。除了花真金白银订酒店住宿来赚取 Bonvoy 之外呢，就还是要用申请信用卡的方式。而目前在加拿大，只有美国运通有发行与万豪合作的个人信用卡，还有商务信用卡。开一张卡就能够赚取5万到6万的开卡礼点数，这5万就能够让你换到1晚温哥华市中心的 JW Marriott Park， 或者是靠海湾的 Westin 酒店的住宿。当然，它点数的兑换是浮动制的，那也有淡旺季之分，所以实际兑换的点数也会有所不同。不过除了开卡礼，这张美国运通的联名卡也会在你每年续年费之后送你1晚免费的住宿券。所以我们这几年不管是去美国、加拿大其他省、墨西哥住宿，都是用万豪的 Bonvoy 点数还有信用卡送的免费住宿券来换的，没有多花1毛钱。之前提到在加拿大的我们要如何累积阿拉斯加航空的里程呢？阿拉斯加航空的里程能够兑换国泰航空、日航还有星宇的机票哦。除了用 Bonvoy 转点数过去之外，另一个也比较容易获取的方式就是申请 MBNA 的信用卡，得到上万点数的开卡礼之后，再把点数转到与他合作的阿拉斯加航空的里程，慢慢的累积，就也能够换到大家喜欢的日航和星宇航空喽。看到这里，各位应该已经对银行跟酒店的灵活点数系统有一些了解了。那现在我就来秀几个实际的范例，来给大家看如何用点数来换取免费的机票和住宿。这里给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今天如果我想从温哥华飞多伦多，我到加航的网站用点数来订票，可以看到每段航班所需要的里程数，有经济舱、豪金舱跟商务舱，还有多出来的加币，那个是机场的燃油费跟税。选择一个舱等后，可以选择只用点数兑换，或是点数加现金。如果全部点数兑换，就完全不用花半毛钱了，对不对？但这里我劝你选择维持原本的点数加现金，不要问我为什么。最后你只需要从自己的荷包掏出加币37块，就订到了一张从西岸到东岸的飞机票。如果看原本的机票价格，一个经济舱位原本是225，所以用点数兑换，你等于省了将近200块。当然，如果你选择全部都用点数来兑换，那则是1毛钱都不用出，不建议这么做。然后也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我还得要花篇幅来解释里程的价值计算，那不是这集的重点。然后兑换伙伴航空的机票也是一样的做法。假设由温哥华飞往台北，可以看到长荣机票的出现，兑换一张经济舱机票就是5万点，再加上100块的加币，但是它的现金价呢就要956了，等于省了800块。要来给大家示范如何兑换免费住宿。假设我已经累积了一定数量的万豪 Bonvoy 点数，我在万豪官网搜寻 LA 的酒店住宿，可以看到能够兑换的酒店所需要的点数，而以 Westin 需要47000点数来兑换，相当于申请一张美国运通的万豪联名卡，就能够待1晚在 LA 的市中心。如果是以现金购买，加上税，就可以看到1晚要花费398美金。回到点数兑换，在选择兑换选项的时候，因为我Bonvoy这时的点数不够，所以会看到要我多买点数的讯息。那我现在没有要买，因为需要的话，我就会转 MR 点数过去了。如果你有信用卡赠送的免费房晚的话，也会出现在这边，可以选择要不要使用你的免费房券来兑换。但
但是免房券的使用是有限制的，能拿来兑换等级较低的住宿，多出的部分可以再选择用点数来付。所以不管是用点数还是免房券，都不用再多交任何的税。住宿方面是完全的零花费。所以大家如果也想要踏进里程点数的世界，想减轻出国旅游会带来的经济负担，那我就建议大家从申请信用卡开始来累积里程跟点数。我当初申请的第一张信用卡是美国运通的 Kobo 卡，只有加拿大才有发行。除了开卡礼之外，它最特别的就是它的消费回馈，尤其在餐饮上面，每消费1块钱就可以得到5倍的 MR 点数。另外还有串流的影音，像是 Disney Plus 或者是 Netflix， 每消费1块就能够赚取3倍的 MR 点数。给车子加油、大众运输或者是共享汽车，每消费1块也有2倍的 MR 点数。虽然 Kobo 卡的开卡礼在这些年来呢，已经改得没有比之前的好，但是我觉得对于新手来说，它还是个蛮好入门的一张信用卡。月费12块9毛9加币，对一般大众来说都算是还蛮能负担的。而且平常本来也都会出去买菜跟吃饭，也有线上看影片的娱乐费用，这些都是平常都会做的事情。假设一个月你花在买菜跟饮食的消费是2000块加币好了，消费加成5倍是1万点，几乎能够换一张飞往其他省的机票了。所以每次当你用信用卡消费一次，你就可以想象成自己又往免费的机票或者是免费的住宿又迈进了一步。而且副卡免费，夫妻2人一起用力刷，点数累积得更快。当你摸了一段时间，开始对累积里程点数有点心得的时候，那你就可以考虑可以开始申请中高阶的信用卡，更加快速的累积。当初跟前夫是从 Kobo 卡开始，之后慢慢的一路申请其他银行的信用卡，像是 CIBC 跟 TD 的 Aeroplan 联名卡，美国运通的万豪联名卡、金卡、白金卡、RBC 的 Avion 卡，还有 MBNA 的阿拉斯加联名卡等等。这过程累积的开卡礼跟消费点数，让我们能够兑换到2大2小来往亚洲跟加拿大的日航商务舱跟长荣商务舱机票。虽然最后也临时取消，但也够我们这几年在加拿大旅游期间住免费的酒店，飞免费的机票来往中南美跟美加，也享受了好多次机场贵宾室的待遇。那如果你是旅游爱好者，这里就不得不介绍美国运通的白金卡，年费是799，听起来真是吓人，但是实际上得到的好处可是大大的超过799。所以请耐心的听我说，它的开卡礼好，福利更佳，有分个人卡跟商业卡。商业卡可以用个人名义来申请，不用非得注册公司。2张卡目前各有超过10万点的开卡礼，足够让人躺着飞回亚洲，或爽住高级酒店。这就是不猜雷。我几年前申请的时候，它才最高也才7万点。所以的话，2张卡都很像，每年各有200块的旅游退额，100块的申请 Nexus 卡的消费退额，无限次数使用机场贵宾室，还可以多带1个人。万豪酒店及希尔顿酒店的精英汇集，也有非常好的旅游保险跟租车保险，甚至境外旅游的医疗保险，还有购物保险跟保护延期等等。比较不一样的是，个人卡有多出了200块的餐饮退额，商业卡只是多出了200块 Dell 的消费退额，投资平台影帝的300退额，还有每个月10块的网络或手机的费用退额。所以如果能够抵掉他每年送你的消费退额，等于个人卡实际付出的年费降到399，商业卡则反而赚了121。虽然影帝跟 Dell 的消费退额对一般人来说算是比较难用一点啦，当然有的时候它还会有跟不同商家合作的优惠，像有时会有 Uber Eats 花20退10块，Lululemon 100块就退你20块等等。虽然优惠的金额不一定大，都几十块那种，但是如果能够用好用满的话，每年把年费赚回来还是很有可能的。而以消费加成来说，个人卡在旅游跟餐饮方面，不包括买菜的消费，回馈是2倍的 MR 点数，其余都是1倍。商业卡则是任何的消费都是1.25倍，所以要看你的消费习惯。那如果你是常常出去吃吃喝喝，那个人卡的餐饮2倍的回馈，会让你更容易累积点数。但如果大部分的消费都是在其他的项目，那商业卡可能会更适合你。而且通常在申请这种高阶的卡之前，你通常应该也已经有了较低阶的卡来搭配消费，像是之前提到的 Kobo 卡，买菜跟餐饮方面就是直接5倍的回馈。所以白金卡2选1的话，建议先选择申请商业卡。要注意哦，不管是哪张卡，要能够得到开卡礼，都是需要达到一定程度的消费需求。比如
白金个人卡在前3个月内要能够消费到1万块，商业卡则要消费到15000块。想要能够在前3个月刷到这样庞大的数字，对一般人来讲也不算是挺容易的。但是我们可以动动脑筋来想办法，像是买礼卡的方式，比如说加油站或者是超市。这些每个月都会要消费，那就预先买礼卡，之后再慢慢的用掉，或者提前多付几个月能用信用卡付的账单，比如手机的账单。还有更好的方式，就是使用第三方的账单付款服务，可以让你用信用卡来付平常无法用信用卡付的账单，比如说像是地税或者是租金。比如说你1个月租金2000，那 Traxi 可以让你用信用卡先付钱给他们这个平台，缴租金的当天他们会用 e-transfer 的方式付钱给你的房东，前提是房东要能够收 e-transfer， 或者遇到其他比较大而且无法用信用卡刷的费用，可以用 Plastic 或者是 Pay Simply 来用信用卡来付。那我当初申请的白金卡就是用 Plastic 来付地税，帮助我达成开卡里的需求。所以决定申请信用卡的时机也是很重要的，像是要付学费了、办婚礼了，或者是要维修房子了，付这种大型的费用，就能够让你直接达标。当然，这种第三方的付款服务都一定会有1.75%到2.5% 的手续费，但是如果能够帮助你在3个月之内获得高额的开卡礼，花一点小钱是值得的啦。所以在申请高阶的信用卡之前，请三思。如果你觉得你无法在时间之内达成开卡礼需求，那就建议还是先别申请，或者是先从中低阶的卡开始。那综合以上讲到的各种旅游保险、福利和消费退额，加上旅游时可以爽用机场的贵宾室和住宿酒店的精英会籍福利，就算年费不低，也让我心甘情愿的持续持有了好几年。外观也很酷，是金属卡，不是塑胶，握在手上有重量感，厚厚的也不容易被折坏哦。那对于这张白金卡的资讯，可以点我资讯栏的连结。那总结来说，每一家航空公司的里程计划跟酒店的常客计划都各有特色跟规定，真要了解的话，是需要花很多心思在上面的。而且疫情前，有些航空公司放给伙伴航空的里程机位数量还蛮多的，也算还蛮大方，商务舱也特别的好找。但是疫情之后呢，就渐渐变得比较小气，大部分的里程票都留给自家的会员，所以商务舱也相对的变得比较难找。由于规则越来越紧缩，以前会想要把点数好好的拿来换取心目中理想的时间、舱等还有机位。现在是只要有换到就好，酒店也是啦，换取免费住宿的点数需求呢，也随着疫情之后而增加，所以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功课，才能把收集到的点数价值最大化。这集已经算是用很简单的方式来让大家了解收集里程跟点数的基本知识。如果看了之后，各位对里程世界有更感兴趣了，或者是想要了解更多进阶的玩法，顺利的找到票。在这里呢，我想推荐一些网站和社群给大家。一个是 Trade Plus， 非常详细整理出了所有跟里程世界有关的知识跟应用。我当初就是从他们这里开始，慢慢研究每个航空公司的里程计划、申请信用卡攻略，还有学习兑换免费的机票和住宿。内容大部分是针对美国跟加拿大的居民，但也是有少部分的内容呢是提供给加拿大的人。他们的脸书社群常常会有神人高手分享信用卡和兑换机票的技巧跟心得，也都很热心的回复大家的疑问，所以可以去加入一下。另一个是旅游王子 Prince of Travel， 名字听起来很熟，但是如果要说加拿大里程世界最顶级、资料最齐全的网站，就非它莫属。虽然是英文的，但内容完全是针对加拿大的居民打造，分析各种最棒的机票兑换方式和各式各样的信用卡比对，也有航空公司里程的详细介绍和攻略。加入他们的电子报，也可以获取旅游界最新的资讯和消息。所以也很推荐在加拿大的朋友多善用他们家的资源哦。最后要说，如果有真心想要踏入里程跟点数的世界，那就一定要做好功课，拟定一个适合自己的信用卡申请和消费策略。不管申请哪一张卡，只要能够确保自己是有能力可以达成开卡里的需求，不要勉强消费，反而让自己陷入一些长久的困境当中。好，希望这集有解开大家的疑惑，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常常出去旅游，只要好好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小知足也能爽住酒店，躺平飞。我们下期见，拜拜。